前段时间体验了施奥德威炫决胜版，这期视频我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系列的另一款底板威扬。这次拿到的也是决胜版，这里再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威士、威扬、威炫是今年施奥德新出的3款产品，每一款都分为晋级版和决胜版。晋级版手感相对柔和，主打稳定控制，而决胜版手感更加扎实，单板质量也会更高。威扬是一款内置的抑制底板，正手和968类似，反手在立材和面材之间多了一层加强层，用来增加底板的支撑和力量。底板的纤维采用的是金色聚芳酯，今天正手搭配的尼奥兰省40度，反手是新出的换了包装的飞龙中硬。这款底板是给一名签约队员按照生胶量身定做的。不过类似加强层的底板，施奥德并不是第一次生产，之前我打过的麒麟也是类似结构，打起来非常的扎实和硬挺，单板质量也相当不错。初上手就会发现，虽然同为内置结构，但是威扬和我之前打的威炫手感差别还是比较大的。这次的威扬手感明显更软，打起来更加通透，速度虽说不及威炫，但是却更加的稳定。威扬的击球手感其实更加接近纯木，发力门槛不高，按照我的喜好来说，底板的刚性稍微差点意思。这款底板的价位是539元，与雅萨卡竞技者 Power 售价类似。二者相比，威扬的手感更加偏向纯木，击球速度比 Power 略慢，稳定性稍好。在正手拉球时，威扬的吞吐感和形变感更好， Power 的速度更快，底劲上威扬会稍微好一点。施奥德的内置底板我其实打过很多支，威扬的整体感觉力量在同价位底板当中只能算作中下的水平。当然，威扬是一款主打中近台的反手生胶底板，所以按照我两边弧圈经常退台的打法来评价这款底板的性能，显然是不太合适的。因为江林老师是反手打生胶，主要在中近台活动。据他的反馈，他说这款底板其实更加适合中近台借力打法来使用。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，他的确在保证稳定的基础上，借力打力的感觉还不错。而它并不适合对手那种稍微软一点的球，当我们想主动发力的时候，爆发出来的力量感，以我个人的要求来看，还是稍微欠缺了一点。反手虽然多了加强层，在整体刚性方面有所提升，不过综合来看，手感还是偏软，速度中等，但是在发力快撕和拉球的时候，底板的形变足够好，稳定性也很高。你只管发力，它会经常给你制造惊喜。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可能要失误的球，它却离奇的上台了。总之，它在内置底板当中容错率的表现相当不错。还要说明的是，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，威扬在中小力量下都不太容易掉球。在实战中，它的单板质量虽然并不出众，但是它能让你每一次进攻都做到心中有数。由于底板整体偏通透，所以打起摆速比威炫要稍微轻松一点，发力门槛更低，稳定性也会更好。正反手的下旋拉球都属于比较稳健的类型，底板吞吐感好，形变大，可以比较放心的发力。不过虽然旋转不错，但是力量感并不是很大，过去的球质量表现一般。在中远台对拉中，退台3米左右，底劲比较够用，但是和施奥德同价位内置底板相比，比较平庸，过去球的质量对方感觉不是很顶，也仅仅就是够用而已。接下来我们和去年刚出的威士对比一下，威士的整体刚性要强一点，速度和力量更大，
不过中小力量下的表现不如威扬，偶尔会出现掉球的现象。反观威扬，形变更好，拉球更转，稳定性更高，发力门槛也会更低。有的球友可能会说，反手为什么不拿生胶来试试？速度和力量会不会好一点呢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有经验的球友可能知道，反手如果使用颗粒，会造成正手力量明显的衰减。所以反手如果贴上生胶，以威扬决胜版现在的水平，正手只会更加没有力量。最后做一下总结，威扬是一款手感偏软、偏稳定的底板，和我们传统意义的进攻型生胶底板感觉不太一样。如果你想打两面反胶，我觉得不适合我这种喜欢退台、比较注重单板质量的球友，它更加适合像张怡宁那样借力打力、追求稳定控制、主打连续的球友来使用。好，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